各位小伙伴们，周四青年突围兔子实验室又回来了。今天我们带来了一期重磅的话题，这期内容就是在前不久刚刚上市的路克全新一代 KO Blade 脚踏的全系列评测。这一次是厂商的送测，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在第一时间下单了。言归正传，关于这次的评测，我会分为静态和动态两部分内容。动态部分，我打算使用1000公里后来给大家做详细的反馈。今天我们先来说静态的部分。继承了前代的风格，路克 KO Blade 今天已经是第4代，除了和第1代区别较大外，后面的产品都能看到传承的家族设计风格。新款脚踏在外形上做了空气动力学优化，我将新款脚踏和上一代脚踏放在一起对比，能看到在外观的细节上做了重新的设计。经过测量，我发现新款脚踏在撞风位置处确实比上一代做得更薄，新款为13.51毫米高，上一代为14.8毫米高。更薄的破风面积，从理论上说，确实可以达到减小风阻的作用。脚踏末端的开合装置明显做了加强改进，并且也比上一代做得更薄，应该是耐久度方面的考虑。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脚踏在包装内包含一副脚踏和锁片，并没有上一代包装内单独提供的备用调节片。发售的3个型号脚踏分为普通、陶瓷和陶瓷钛轴版本，而这3款脚踏在外观上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不放在一起是很难看到差别的。普通版本采用8牛米的调节片，并且调节片的材料与另外2个版本是不一样的，采用了 UD 纹的碳纤维，这也是它在外观上与其他2款脚踏的最大区别。陶瓷版本采用了12牛米的调节片，陶瓷钛轴采用的是16牛米的调节片，2个型号的调节片都是采用了 3K 纹的碳纤维材料。这2款型号外观的区别就是在陶瓷钛轴脚踏末端开合装置上印有钛的英文标识。3款脚踏官方给出的数据是普通和陶瓷版本的115克，以及陶瓷钛轴的95克。经过实测，单只脚踏的重量分别为普通版116克、陶瓷版115克和陶瓷钛轴版本的95克。当然，单只脚踏的重量并不是完整的系统重量，我们要测算包含锁片和螺丝情况下的整体重量数据。经过实测，普通版的整体重量是299克，陶瓷版本的整体重量是296克，以及陶瓷钛轴的整体重量是256克，和官方给出的300和260克的整体重量数据基本保持一致。根据官方的介绍，这代脚踏带来最大的改变是空气动力学的外形升级，脚踏踩踏面积的提升，以及更加轻松的入锁和解锁。705平方毫米的踩踏面积确实比之前略有提升，更大的踩踏面积可以有效地缓解脚掌部位的压力，长距离骑行的时候会比踩踏面积略小的脚踏更加舒服。脚踏堆高，官方给出了14.8毫米的数据，我实际测量的数据是14.14毫米，可能是没有测到锁片最高位的原因。随着近些年飞行学科不断完善，对于车辆的各个位置的要求越来越细，堆高的数据直接影响车座高度的调整和踩踏效率。这样的数据在相同级别的脚踏中属于第一梯队的水平，而53毫米的 Q Factor 是一个比较中和的数值。路克并没有提供加长轴版本的脚踏，可以单独购买一个专用的垫圈来改变 Q Factor 的数值。这样的数据理论上可以满足无论是爬坡还是平路维持高效踏频的需求。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比上一代脚踏提升了60%左右的上锁时间。为了验证这个数据，我用老款的 KO Blade 陶瓷和新款的进行对比，在眼睛不看脚踏的情况下，打乱脚踏的初始位置，用新老脚踏各通过3次上锁的用时来对比最终的成绩。我们先来看上一代 KO Blade 的上锁用时。下面是全新一代 KO Blade 上锁用时。最终通过3次上锁时间的对比，新一代的 KO Blade 脚踏确实真的比老款快了一些。我发现大概的原因是新款脚踏通过自身的配重，每次都可以悬停到能够迅速达到预锁的位置，通过这样的办法让上锁的时间变短。在测试中我发现
3个版本脚踏的调节片可以相互通用，并且前代的调节片也可以在这代脚踏上使用。更换时需要 T8 和 T10 2个梅花工具，对拧就可以将锁片螺丝松开，拔下连接杆，开合装置就被分离。这时可以把锁片取下，有一点点动手能力的车友都可以轻松解决。另外，针对通用调节片的特性，8、12、16和20牛米的调节片都可以在这代脚踏上使用。目前3款脚踏的售价为：普通版1294元，陶瓷版1878元，以及陶瓷钛轴的版本2766元。至于是否推荐购买，我想等到完成动态评测后，再来给各位小伙伴们建议。车友关心这款 KO Blade 的更多有意思的话题，让我在1000公里后为小伙伴们一一揭晓吧。到底是不是让我们值得拥有的脚踏？它在各种骑行环境中的表现怎么样？我会在动态的部分中给大家做详细的测试。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让我们明天再见。